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907，所谓sum of the sub-array minimums，它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给定一个阵列，名称就叫做 ARR， 然后你去找出它的总和。所谓的 min b 的话，它是在所有的子阵列里面 ，ARR 当中子阵列里面它的一个当中最小值的一个总和。那因为它答案会很大所以记得你传回去的数字要 modulo 10的9次方加7。好，那这是大概的题目的大意。好，我们这边看它的例子那这边有2个例子，第一个是有说明，第二个是没说明的。所以这边大概就是说他的一个解释大概是这样，就先把它所有的 sub-array 你就把它整个罗列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当你有4个元素的话，其实你总共的 sub-array 呢是 C5 取2，所以总共是有10个 sub-array。那10个 sub-array 当中，你再个别去找它的那个绩效值，然后再把它相加。当然我们也可以照着这样的一个解法去解啦，但是你光是那么 sub-array 的个数呢，它光是个数它基本上就是 n 的平方个，然后你每次再去算它的那个绩效值呢，再乘上 on 所以当然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这个所谓 on 3次方的解法去解。好，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好，解题的方式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采用所谓的 monotonic stack 这样的方式去解答。那我们在解答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先了解那这个 monotonic stack 它是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比方说我们以它这个例题2这个例子来讲，那所以原则上你当然就是用一个回圈去跑一次嘛，从0到4，然后我们再看它当中的值那原则上呢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第一个，当然 state 目前是没有东西，当然就将它 index 先把它存进来。那81又比目前的在 state 里面的数字来的大，所以再把它的 index 再把它再叠上去。94呢也是比它目前来的大再把它叠上去。好，那目前来讲比较会跟前面不一样的是43。43因为呢它会比94来的小，又比81来的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做所谓的 pub 运算要做2次。做2次之后呢确认43是比那 state 目前的所储存的那个代表的那个数字11来的大所以我们目前 stack 我们存的 index 值是0跟3。好，然后最后是3又非常的小所以前面的部分当然再 pub 2次，然后再把3再把它 push 进去。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大概是 monotonic stack 它运作的方式。那我们解题基本上我们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解的。好，那我们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大概是怎么做所以呢 monotonic stack 里面就存它相对应的 index。那我们在实作部分我们其实用一般的 array 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当然是展示的是部分 C++ 的code 那在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就直接用 C++ 当中的 vector， 特别是 int 的这样的一个 vector， 实际上它就可以扮演好那个state 的一个角色。好，所以呢一样在这边只要是你的 state 非空，然后你目前的在回圈里面的那个值AR 在 i 的值呢，它是小于等于目前 state 它最上面的那个数值带进去的那个值那这个来讲，我们这边当然就不用 top， 当然在 vector 的话，这个就用 back。好，那我们 pop 运算呢，在这个 vector 里面它也有嘛，你就用 pop back 就好了所以这个在 monotonic state 基本上我们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好，那在后面你要处理数值的部分在处理数值的部分我们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你 ARRI 它会是最小的元素基本上它在哪些 subarray 呢？它这边从 k 到 i 只要说 k 是大于 j 如果是在你的 state 非空的一个情况，那它会出现它都会是最小的元素。好，那如果说你 state 如果是空的话呢，基本上你就是把这边的 j 改成-1就可以了。那它出现的基本上两者所出现次数都会是所谓的 i 减 j 所以在计算次数部分，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考虑就可以了。好，那它的状态矩阵呢，当然这边我们就做适当的一个更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解题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直接在 LeetCode 上如何解题。好，我们这边用 Python 来解答。那第一步当然是要把必要的一些资讯呢，先给它那长度的话我们阵列的长度用 n。我们要磨掉一个很大的数，我们就用 NOD 这个变数来放10的9次方加7这个数字。好，那么我们需要我们的状态矩阵，那一开始都填0好了。那它的元素个数总共是有 n。好，那我们这边的话会采用一个所谓 monotonic stack。那在这边的做法，我们其实就直接用 Python 当中的 list 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它的 stack。好，那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用 ANS 来表示，一开始值也是0所以它整个程式架构就是一个 for 回圈、计数回圈，然后里面再去考虑它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 for 回圈 i 是在 range n 基本上就是从0到 n 减1。好，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就所谓一个 stack， 它要储存那 index 的值。那所以当我们的这个 stack s 它的长度如果是大于0的话，而且呢目前我们回圈所要考虑的值ARR 的第一个呢，它是小于等于目前我们 stack 最上方的当代值进去所以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list， 所以里面就是 s-1如果这个情况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对这个 stack 做 pop 的动作。
确定它里面这 stack 所储存的那 index 啊，说那些的数值呢，它是上升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我们经过这样的作用啊，如果我们的 stack 还是非空的话，那代表它的 stack 啊里面它还是有那些 index 嘛，所以它的最后面的那个当然会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啊。假设那个 index 的值我们用 j 来表示啊，这边就 s-1。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矩阵 di 就是等于 dp j 再加上我们的 arri 呢，它是最小值啊。那只要是在这个 j 以前都是最小值，那所以它总共出现的次数是 i 减 j。好，那这个是在 stack 非空的情况。另外的情况当然就是你 stack 就空了，空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个 i 以前的数字呢是其实都它没有比它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的状态矩阵 dp 在 i 的值呢就会等于 arri 乘上它出现次数就会是 i 加1。好，那相对应来讲，这边就是j 就等于-1嘛。好，然后呢，不管如何，我们的 i 都要 append 到我们这个 list 里面啊，也就是要放在我们的 monotonic stack 上面。好，然后我们去更新我们的 ans 的值，它原则上就是它加上目前的状态矩阵的值，在 i 的值，再除以那个很大的那个数字的余数。好，最后我们再回传我们的答案。好，我们看一下情况如何。好，应该都正确。好，我们再 submit 好了。好，我们拉上来看一下。好，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基本上，执行的效率也不差啊，执行效率也不差。好，我们当然可以再更进一步，再把它优化。好，那同时我们用相同的一个思维，我们也实做了 C++ 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让它执行一次，整个执行一遍。好，我们看看 submit 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它能够打败100%C++ 的使用者啊，因为我们这边可能还加上了一些输出的一些副程式原则上这个情况都算非常良好。